先问你一个问题，说到黑水，你脑子里第一个跳出来的是化工厂偷排的那种污水呢，还是神话里那条谁碰谁完的冥河？古希腊人给那条河起了个名字，叫斯提克斯。传说那水黑得吓人，黑到连光都陷得进去，捞不出来。众神在河边发誓，说了谎就要被罚上100年。凡人要是喝上一口，记忆当场清空，连自己是谁都想不起来。就连不可一世的英雄阿喀琉斯，也是被母亲提着脚踝，整个人进这条黑河，才换来一身刀枪不入的皮。你看，在古人的想象里，黑水从来就不是普通的水，它一头连着永生，一头连着毁灭，谁也说不清它到底是恩赐还是诅咒。然而现实往往比神话还要离谱，因为科学家还真就找到了一种黑水，它不在冥界，它在天上，就在太阳系最外围那2颗蓝色星球的肚子里，藏着厚厚的一层。这东西烧到2000多度，黑得不透一点光。它是固体，却又在缓缓地流。它是水，可你绝对不敢叫它一杯水。这种东西的正式名字叫超离子水，它还有另一个叫法，超离子冰。你可能会犯嘀咕，水和冰怎么能是同一样东西呢？别急，往下听你就明白了。这正是它最不讲道理的地方。有些朋友可能还听说过7号冰，上回我们聊土卫6就提到它那层深埋在地下的高压冰，很可能就是7号冰。顺着这个叫法，超离子水还有个更好记的外号，叫18号冰。为什么是18呢？因为在整个冰的家族里，它排到了第18号。这里得插一句题外话，冰的编号用的是罗马数字，而且是按人类发现的先后顺序排的，不是按冷热排，也不是按软硬排。我们冬天在窗台上刮下来的那种普通冰，编号是1号，往后每多一个号，基本上都意味着人类又往更极端的环境里硬闯了一步，有的要靠零下200度的深冷，有的要靠几万个大气压的挤压。所以你就知道了，一块能排到18号的冰，来路绝对不简单。当然，我得先给你打个预防针，这种黑水没有神话里那种一碰就掉魂的魔力，你就算真弄到一小块，它也不会重塑你的身体，更不会让你刀枪不入。但是啊，它带来的震撼一点都不小。第一，它把我们从小背的滚瓜烂熟的那套分类，固体、液体、气体，直接撕开了一个大口子。第二，它很可能一口气解开了天文学上一桩悬了将近40年的悬案。这桩悬案到底是什么？我先卖个关子，咱们放到后面再说。要把这块黑冰讲明白，我们得先退回来，从你最熟悉的那块普通冰说起。水分子长什么样，你多少有点印象，一个氧原子配上2个氢原子，整体有点像一个小小的字母粒。氧原子块头大，坐镇中间，2个氢原子小得多，一左一右挂在两边。常温下的水，这些小粒子是散着的，它们互相挨着，蹭着，推着，但谁也不固定住谁。所以你把水倒进杯子，它就顺着杯子铺开；倒进碗里，它就摊成碗的样子。这就是液体的自由。等温度降到0度以下，情况就变了。水分子之间那点若有若无的牵引力，我们通常管它叫氢键，这时候开始占了上风。小粒子一个接一个的排起队来，互相扣成规规矩矩的6边形。你冬天在窗玻璃上看到的冰花，为什么总是6个角？雪花为什么也是6个角？根子就在这儿。队一排好，水分子就被彼此锁住了，谁也别想乱跑，最多只能在原地小幅度的抖一抖。这就是结冰。这里还藏着一个小细节，顺手也说了，6边形这种排法其实挺浪费空间的，中间留了不少空档，谁也没去填。所以水一结冰，体积反而变大了，密度反而变小了。这就是为什么冰块会浮在水面上，而不是沉下去。冬天湖面冻上一层，底下的鱼还能照常活着，靠的也是这一点。你去想，自然界里绝大多数东西都是热胀冷缩，固体比液体沉，唯独水偏偏反着来。水这个东西脾气本来就怪，而它怪的根源就在那个6边形的空档里。你先把这个空档记住，因为接下来会有一只手把这些空档一个一个的摁没。所以说到底，固体和液体的分界线翻译成大白话就一句话，原子还能不能随便跑？跑得动是液体，跑不动是固体。这个道理简单的有点无聊，是吧？没关系，你先把它记牢，因为接下来发生的事就是专门冲着这句话来的。现在我们把水丢进一个非常不讲道理的环境里，压力100万个大气压往上走，温度2000摄氏度上下，这2个数字是什么概念呢？你先想象30多头成年蓝鲸一头一头摞起来，然后把它们全部的重量压在一枚1元硬币那么大的地方，这差不多就是100万个大气压。至于2000摄氏度，炼钢炉里的钢水也才1500多度，
这个温度足够把地球上大部分金属烧成一锅汤。可就在这样的环境里，水既没有变成蒸汽跑掉，也没有被高温直接拆散，它反而结冰了。你没听错，被烧到2000度，然后结成了冰。为什么烧灼也能结冰呢？因为决定结不结冰的从来就不只是温度，还有压力。温度是让分子乱动的力气，压力是把分子摁住的力气。两边打架，谁赢听谁的。压力一旦大到某个程度，哪怕温度再高，水分子也被挤得动不了。刚才说的那些六边形空档，这时候早就被压没了，分子只能改用更省地方的排法，重新挤成一副新的队形。前面提到的7号冰就是这么来的，大约2万个大气压，常温下的水就会变成7号冰，硬得像块石头。而我们现在讲的这块18号冰，压力还要往上翻50倍。这种被烧得通红却还算是固体的东西，就叫超离子态。所谓超离子态，是一种卡在固体和液体正中间的状态。我知道光这么说太抽象，我们换个方式，把3种情况摆在一起对比。在液体里，所有粒子都是自由的，想去哪儿去哪儿，整锅都能流动起来。在固体里，所有原子都被按死在自己的位置上，只能原地震动，一步都挪不开。而在超离子态下呢，这2件事居然同时发生了。重的原子被牢牢按住，搭成一副稳稳当当的骨架，这一半像固体，轻的带电的那些粒子却是散养的，可以在骨架的缝隙里到处乱窜。这一半像液体，一半固体，一半液体，还是在同一块材料里，同一个瞬间。这就是超离子态最反常的地方。顺便说一句，超离子这3个字，科学界其实一点都不陌生。早在19世纪30年代，法拉第就注意到硫化银这种材料被加热之后，导电能力会一路飙升，怪得很。后来大家搞明白了，这类材料里有一半原子是被焊死的，另一半却能像液体一样跑。碘化银是最经典的例子，常温下它就是一块老老实实的晶体，规规矩矩，没什么脾气。可一旦加热到147摄氏度以上，里面的银离子就活了，它们能在碘原子搭好的骨架里自由穿行，跑得比谁都欢。今天新能源车上讨论的火热的固态电池，里面那些固态电解质走的其实就是这条路子。所以超离子这个概念并不新鲜，真正让人吃惊的是，最普通最常见，你每天都在喝的水，居然也能进这个门。我们把镜头再拉近一点，钻进那块黑冰内部，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高温高压一上来，水分子先散架了，氧和氢之间那根化学键开始疯狂的断开，又重新接上，1秒钟里来来回回不知道多少次，到最后干脆就别提谁和谁是一家的了，谁跟谁都能凑合。氧原子这一边块头大，分量沉，在天文数字般的压力面前，它们被死死地摁在一起，肩挨着肩，排成一副密不透风的晶格。你可以把它们想象成一片被焊死在地基上的柱子，笔直地立着，一动不动，谁也别想挪窝。氢原子那一边就完全是另一副光景了，它们本来就轻得可怜，此时又被高温灌进了巨大的动能，一个个都躁动了起来，索性把自己那个电子甩在一边，只剩下一个光溜溜的核，也就是一个质子。这些小家伙在氧原子的柱子林里疯狂穿梭，钻进钻出，速度快得离谱，谁也拦不住。测出来的离子电导率能超过每厘米100西门子，已经快赶上金属了。于是这块材料就变成了一个特别拧巴的东西，骨架是硬的，所以它有固体的强度和形状，骨架里跑的东西是流的，所以它又有液体的流动性和导电性。这个感觉可能有点像一块烧红了的海绵，外面撑得住形状，里头却一直有东西在暗暗的乱窜。参与实验的科学家自己打过一个更妙的比方，他说这东西的流动方式其实更接近地球的地幔。地幔是实打实的岩石，是固体，可它照样能几千万年的慢慢翻腾，缓缓对流。就是这种感觉，硬中带活。那问题来了，这块烧红的海绵凭什么是黑的呢？这就要说到电子了。我们平常看到的冰之所以是透明的，是因为冰里的电子被牢牢地拴在固定的能量位置上，不许乱动。光照过来的时候，光子那点能量根本不够把这些电子从坑里拽出来，既然吃不下，那就只能放行。绝大部分光线就这么笔直地穿了过去，所以一块冰看上去是透明的。可是在极端高压下，这个剧本完全反了过来，巨大的压力把原子和原子之间的距离压得极近，近到彼此的电子云都开始重叠，互相干扰。原本一个个孤零零、间隔分明的能量台阶，被硬生生挤成了一片连绵的坡道。这么一来，光子只要撞上来，随随便便就能被吃掉，能进去出不来，那这东西看上去当然就是黑的了。你听出来了吧？
还是那个对照。正常情况下，电子被束缚，光穿得过去，所以冰是透明的。极端条件下，电子被挤到一块儿，光被吸收掉，所以冰是漆黑的。同一种物质，就因为环境变了，模样直接从水晶掉成了煤块。所以我们现在拿到手的是这么一块东西，漆黑、滚烫、能导电，还带着一点软劲儿的冰。黑、软、导电、2000多度，这4个词摆在一起，随便拎哪一个都不像是在说冰，听起来是不是就很来劲？这么离谱的东西，其实并不是最近才冒出来的念头。早在1988年，就有理论物理学家用计算机跑分子动力学模拟，他们第一次把这种高压下的怪冰给算了出来，白纸黑字写进了论文。当时谁也没太当回事，大家觉得那不过是计算机里的一个数学玩具，现实中造不出来，也见不着。从提出到被人亲眼看见，这中间隔了整整30年。到了1999年，又有一支团队在科学杂志上更进了一步，他们说这种超离子状态很可能不是纸上谈兵，因为在天王星和海王星这类冰巨星的肚子里，压力和温度刚刚好就落在这个区间。顺带解释一下，冰巨星这个冰字其实是行星科学里的行话，它指的是水、氨、甲烷这一类挥发物，不见得真是硬邦邦的固体，所以过去说冰巨星多半只是个称呼。可现在这批人说的是真的冰，货真价实的冰。也就是说，如果理论没错，那2颗星球的内部可能整整裹着一层几千公里厚的黑色高压冰。请你把冰巨星这3个字先记在心里，我们后面还要回来找它算账。那么既然自然界里可能真有这东西，人工环境下我们能不能亲手造一块出来看看呢？这就是2018年那场著名实验要干的事。地点在美国罗切斯特大学的欧米茄激光装置，主导团队来自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他们的做法说出来简单的有点不像话，先取1小滴水，把它加在2片金刚石中间，金刚石够硬，先把这滴水预压一道，让它比常压下密实不少。接着6路高功率的紫外激光同时开火，对准金刚石的表面猛轰，单发脉冲的能量大约在100到200焦耳，持续时间只有纳秒级别，也就是10亿分之1秒。激光一打上去，金刚石表面瞬间被气化掉，那股反冲力产生一道极强的冲击波，狠狠地压进样品里。更妙的是，这道冲击波在2片金刚石之间来回反射，一波追着一波，压力层层叠加。这个手法有个专门的名字，叫多重冲击压缩，说白了就是不做一锤子买卖，而是连着吹好几下，把力气一次次攒起来。就靠这几下，在不到100纳秒的时间里，那一小片水的压力被推到了180吉帕，也就是大约180万个大气压。同一时刻，温度被烧到2500开尔文，换算过来是2200多摄氏度，压力和温度双双拉满，水没有变成气，也没有被打散，它就在那个针尖大小的区域里，瞬间冻成了超离子态。当时最关键的一个证据其实很微妙，测量发现这东西的导电能力猛涨，可它的反射率却一直很低，没有金属那种亮闪闪的光泽。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在里面搬运电荷的不是自由电子，而是那些满地乱跑的质子。可光有这个还不够，因为谁也没亲眼见过里面的骨架长什么样。到了2019年，同一批人又加了一手更狠的，他们另外分出几路激光，去轰击一片薄薄的铁箔。铁箔被打炸之后，会蹦出一束极短、极强的 X 射线闪光。这束闪光的时机卡得死死的，它必须正好在样品被压到最狠的那一刹那穿过去，早一点晚一点都不行。要知道，整个窗口只有几个纳秒，错过就得从头再来一发。X 射线打在原子上会拐弯，拐弯的角度和亮度会在探测器上留下一圈一圈的花纹。科学家反推这些花纹，就等于给这块只活了几个纳秒的冰拍下了一张原子级别的照片。照片洗出来，答案有了，那是一副面心立方的氧原子骨架，这种结构此前从没在水里见过。于是研究者给它正式上了户口，命名为第18号冰。18号冰这个名字就是这么来的。不过事情到这儿并没有完，因为紧跟着学术圈就吵起来了，争论的焦点非常具体，那些被按住的氧原子到底是按哪种阵型排的？这个问题听着像在抠细节，其实要紧得很。目前主要分3派，第一派主张体心立方结构，你想象一个正方体的盒子，8个角上各占一个氧原子，正中间再插一个，这个排法比较松，中间的缝隙大，路好走。第二派主张面心立方结构，同样是正方体，8个角上照旧站人，但中间那个撤掉了，
改成6个面的正中心各摆一个，这个排法明显更挤，堆得更实，路就窄了。第三派说都不对，应该是一层一层摞起来的六边形，上下还错着叠，学名叫六方最密堆积。这3种阵型的差别，落到实处就一句话：骨架的缝隙长什么样，直接决定了质子在里面能跑多快。跑得快，导电就强；跑得慢，导电就弱。而一颗行星的磁场强不强、乱不乱，恰恰就取决于它内部的物质能不能导电，导得均不均匀。你看，一个看起来纯的不能再纯的晶体学问题，绕了一圈，居然直接顶到了行星的脑门上。那么后来的实验给出了什么答案呢？答案有点出人意料，3派可能都对，只是各自管着一段。因为随着压力和温度的变化，这块冰的内部结构是会换阵型的。在压力25到50吉帕，温度900到1300开尔文，这属于低压区。这时候氧原子搭的是单一的体新立方骨架，也就是第一派说的那种缝隙大，质子跑得欢。当压力升到70到120吉帕，温度2000到2500开尔文，这就是中压区了。这时候体新立方开始撑不住，更紧实的面新立方冒了出来，接了班。轮到第二派的场子了。而当压力突破150吉帕，温度超过2450开尔文，就进入了高压区。这时候情况更复杂了，结构不再是单一的，而是混合的，以面新立方为主，同时还掺着一部分六方最密堆积。3种阵型挤在一起，谁也没把谁挤走。3派的结论居然在同一块冰里按压力分段共存。可见啊，超离子水根本就不是一种结构固定的物质，它更像一个见风使舵的家伙，环境变一分，它内部的排法就跟着改一分。而这一点恰恰就是我们前面卖的那个关子的答案。现在我们把镜头从实验室拉回天上，去解那桩悬了快40年的案子。1977年，旅行者2号从地球出发。1986年1月，它飞掠天王星。1989年8月，它又飞掠了海王星。这是人类唯一一次近距离打量这2颗星球，到今天为止还没有第2次，一次都没有。整个飞掠过程只有短短几个小时，之后它就一头扎进了太阳系外面，再也没回过头。而它带回来的那批数据里，最让人挠头的就是这2颗星的磁场。我们先看熟悉的参照物，地球的磁场很规矩，就像有人在地心埋了一根巨大的条形磁铁，磁轴和地球自转轴之间只差11度左右，磁场的中心也基本就在地心附近，所以你手里的指南针才那么好使，一撒手就指北。木星、土星大体上也是这个路数，可天王星和海王星完全是另一种画风。天王星的磁轴和它的自转轴足足歪了59度，都快赶上一个直角的2/3了。更离谱的是，这跟想象中的磁铁根本不在星球中心，而是偏到了大约1/3个星球半径之外，明显偏向南边。海王星更夸张，磁轴歪了47度，磁场中心偏离球星超过半个星球半径。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你要是拿着指南针站在海王星的云顶，它指的方向会随着你走到哪儿不停地变。这2颗星的磁场已经不像一根规整的条形磁铁了，倒更像一团被人揉皱了又胡乱摊开的铁丝。以前人们是怎么解释的呢？教科书上的老答案是，行星磁场来自内部导电流体的对流，学名叫发电机效应。地球靠的是液态铁构成的外核，木星靠的是被压成金属的氢。可这个解释一放到冰巨星身上就卡住了，因为如果它内部是一整锅均匀的导电液体，从里到外一起翻腾，那生成的磁场就应该很规整，那应该是一个漂亮的偶极场，一头进一头出，不该乱成这个样子。有人退了一步，提出过薄壳发电机的模型，也许只有靠外的薄薄一层在对流发电，里面那一大坨压根不参与。这个模型确实能算出歪磁场，可当时谁也说不清里面那一大坨凭什么就不动了。现在超离子冰把这块缺失的拼图给补上了。按目前的模型，天王星和海王星的内部很可能包着一层厚达几千公里的超离子冰地幔，关键就在于这一层是固体，它的氧原子骨架被压得死死的，根本没办法像液体那样大规模翻腾。换句话说，行星最深、最后体量最大的那一层压根就不是发电机，它只是一个沉默的导着电的大星子。真正在发电的只剩上面那层相对稀薄的离子水，发电区被挤成了薄薄的一层，还是偏心的一层，那生成的磁场自然就歪了、偏了、乱了。再叠加上我们刚说过的那件事，超离子冰的结构会随着深度和温度换阵型，导电性也就跟着一层一层的变。这团磁场想规整都规整不起来。
所以你看，一颗行星的磁场为什么长歪了？答案居然藏在一块被烧到2000多度的黑冰里，这大概就是科学最迷人的地方吧。而且啊，这件事的分量比你想的还要重一些。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太阳系里，冰巨星只有2颗，听上去像是2个特例，可一旦把视野放到系外行星上，画风立刻就变了。这些年，人类找到了几千颗系外行星，统计下来最常见的异类，个头恰好就卡在地球和海王星之间。天文学家管它们叫亚海王星。它们在银河系里遍地都是，比木星那种大家伙常见的多，也比地球这种小个子更容易被发现。而这类星球的内部，大概率就藏着一层又厚又热的水。换句话说，超离子冰很可能不是宇宙里的稀罕物，反倒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物质形态。我们脚下这种能倒进杯子的液态水，放到整个银河系去看，说不定才是真正的少数派。想到这一层，是不是有点意思了？不过话我得说回来，这套解释还远远谈不上盖棺定论。首先是时间尺度，实验室里造出来的超离子冰只存在了几个纳秒，也就是10亿分之几秒，而天王星肚子里的那层冰已经稳稳当当待了40多亿年。用几个纳秒的样本去推40亿年的行星，这中间的跨度有多大？你自己感受一下。其次是压力范围，目前的实验大多停在150到400吉帕这一段，可冰巨星的核心附近压力可能是好几百甚至上千吉帕。压力要是再往上加，那副氧原子骨架还撑得住吗？是会挤出一种全新的更密实的结构，还是干脆整个塌掉，彻底融成一锅导电的浆？这个问题现在还没有人敢拍胸脯回答。再者，各家实验用的手法本来就不一样，有的靠激光冲击，一瞬间就完事，有的靠金刚石压针，慢慢往上加压，测出来的相界线到今天都对不齐，大家还在互相商榷，谁也没说服谁。最后还有最要命的一条，这一切都是间接推断，我们没有任何一个探测器真正钻进过天王星的内部，哪怕只是靠近看一眼。要想验证，恐怕还得等新的冰巨星探测任务上路。这些年确实有人在推，天王星探测器已经被排进了行星科学的优先清单里，讨论的也挺热闹。可你算算时间就知道了，立项要几年，造船要几年，飞过去还得10几年。等探测器真正抵达那片蓝色的云海，我们中的很多人恐怕头发都白了。这就是行星科学的常态，一辈子可能只等得来一次答案。所以到最后，我们手里握着的是一块只拼了一半的图，它足够改写教科书，却还不足以让人心安。真正的黑水到底是什么模样？在几千吉帕的深处，那副氧原子的骨架会不会先扭曲再崩塌？质子在里面跑到极限之后，会不会有一天连电子也跟着松了绑，让整块冰干脆变成金属？如果真是那样，此时的这块黑色海绵会不会最终变成一片彻底不透光、能导电还在缓缓流动的真正的黑水呢？说到这儿，我倒是想起开头那条冥河了。古希腊人给那条黑河起名叫斯提克斯，又把天空或海洋的神位分别交给了乌拉诺斯和波塞冬。而几千年之后，我们真的在以这2位神明命名的星球上找到了一片深不见底的黑水。神话当然是编的，古人也不可能知道这些，可这个巧合是不是也太巧了一点？好了，这里是解密宇宙，下期见，拜拜。